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新剧《公寓》要开播，古装造型备受讨论，搭档陈哲援引关注。白鹿一年3部大戏霸屏，从古偶女主到巨抛脸专业户，她的高辨识度、颜值和业务能力让观众又爱又恨。公寓未播先火，搭档陈哲援演绎捉妖恋爱老三套，观众嘴上嫌腻却忍不住点开，毕竟在滤镜与演技的平衡木上，能让人说出其实真还行的演员不多。人这一辈子不怕没钱，也不怕没才，最怕的就是在八卦圈里没有姓名。你说咱普通人想上个热搜，除了裸奔旧的失踪，万一穿着秋裤走失，那估计连社区大喇叭都不会喊一嗓子。但娱乐圈就厉害了，一年到头不感冒流感，全靠霸屏续命。有些人一辈子刷不出3次存在感，可有些人跟抢了热搜服务器账号似的，哪怕你家网速2G， 他的脸也卡在你脑壳上，这就是白鹿。要说现在电视圈啥最恐怖，不是流量泡沫崩盘，也不是制片人头发越来越少，而是真主角专业户的出现。白鹿一年3大戏扎堆上线，半夜做梦都能梦见下个剧组藏哪。他不拍戏的时候，恐怕比剧组午休那半小时还忙。别人在后台抢资源，他直接抢成了后台。你看那数据蹭蹭往上飘，不是阴间数据，是明晃晃的通告表。娱乐圈的努力上进担当，恐怕都得给白鹿鞠个躬，怕不是把业务熟练卡当实习证书用了。你说这样的女明星凭啥成为屏幕常客？你琢磨琢磨，她这脸蛋大概是美颜相机的原型设计师，标配耐看不腻，皮肤状态让广告商都想磕头，关键是辨识度奇高。别的女演员导演的用360度不同光线找角度，看怎么拍都差那么点意思。白鹿导好，闭眼都能定妆，脸部数据估计已经在面部识别行业流通了。最近风声又紧了，说公寓要开机，刚冒泡没几天，讨论度就窜上来了。这剧呢，是玄幻古装捉妖那一挂，没开播先轰动，微博、抖音、朋友圈全是溜剧组捕风捉影的段子，能写个小论文分析转机。粉丝在底下抢承包地，望眼欲穿，生怕谁剧透了一句。有人期待，也有人嫌腻，说白鹿这古装造型你不烦吗？可也得说，古偶这事儿真的看脸。你说穿上宋朝汉服，微微一笑，不像景德镇青花瓷也能成博物馆头像。白鹿这业务，换装当天能多找3身戏服，不为别的，就等网友再挑点毛病出来。不过你别说，该来的还得来，哪怕你打死都不想承认又是古偶，到头来还不是打开第1集，跟着弹幕人海摇号挤进去。就像本地健身房出新操课，嘴上都说不去，结果打卡比谁都勤快。毕竟白鹿的玄幻古装多少还是有点小花招，上一秒女侠，下一秒官家小姐姐，人物切换都靠加个美瞳和发饰，观众早练成了谜语人，有脸盲症的观众都知道入戏就实锤。往年演古偶大女主，仿佛就是日常套餐，白菜豆腐还得加点杂粮汤。白鹿呢，反正什么套路都玩遍了，观众有没有审美疲劳？说实话，有，但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们没有精神大数据。平台不想让你的新鲜感追点复古情怀不丢分。剧本就跟工地模板似的，换谁不重要，重要是演技加皮相凑成一盘好菜。你说白鹿这盘辣椒还真挺有味。有小伙伴说，演员要真凭本事，就别老美颜滤镜，把眼线收一收，笑的时候别每次都抿嘴，能不能来点打破整齐划一的新鲜？可真到了演戏，他比谁都有危机意识，不在厕所直播美图秀秀，也不搞发际线揭发，
把所有美好时刻留给剧组清晰摄像头，黑眼圈都憋足了，摄影师才敢喊卡。白鹿的巨抛脸，就是观众的防盗门，进不去也出不来。网友在吹毛求疵，也的戳着弹幕评论最后一句说：“其实真还行。”双引号。说到男主，你敢信现在剧粉评 CP 都快比作论文难？这回男主锁定了陈哲远，这小子算是圈内慢熟系代表，演技不是吓你一跳那种，胜在有耐心，能熬、抗震，口碑稳定型。再说了，搭档白鹿之前，五官气质还真有点路人小哥的灵气，新剧一拍，贴身滤镜加分，外形和气质都跟着水涨船高。你说两个人能不能出火花？还真的等正片里翻眼睛的时候定输赢。网上磕 CP 的，估计摁着画面都得先过 PS， 怕真情实感撑不起《聊斋》。故事主线呢，说白了还是老三套，女主重生的神器，逆天改命，还要和世子谈小恋爱。网上疯传的大纲，看得人双手抱膝等救赎。女主带着男主捉妖，起步就是猝不及防误会一箩筐，中段成了互相理解，再叠一层破案，后面还不忘来个双人组立刻妖魔。这结构要是在大学教编剧写套路，谁写谁5分，原汁原味没丢。你说喜欢吗？喜欢。不喜欢吗？也喜欢，毕竟大 IP 如流水线，大家就是靠着点重组和化妆品再加工，骗我们的中老年少女心。当然，大家最拿手的环节还得看造型和滤镜，毕竟演技评到最后，8成都被美术组拉回起跑线。白鹿和陈哲远这波，如果造型能抗住滤镜暴力，导也不怕网民挑刺。咱们观众也有时候矫情，明明不就是想看个漂亮脸蛋走来又走去，不小心遇到冬天就忍不住春节联欢晚会夸一嘴。造型跟滤镜能打几分？不出妖魔鬼怪脸，发型别搞成车祸现场，基本就赢了一半。演古偶的玄幻剧情，也别真指望你拿出啥教科书演技，只要 CP 搭配能看，剧情跟着能唬人，观众屁股坐稳了，弹幕刷出花都不重要。有时候演得太好，观众还嫌灵气没了，只剩本事；演得太烂吧，反倒有种废柴的温暖。中庸之道，说的可能就是现在偶像剧。白鹿这剧要成爆款，靠啥？还是得看活人魂穿 AI 模型新鲜感。你说新鲜吗？也新鲜，也就那一集。观众一直是喜新厌旧的老油条，明星要在他们外貌气质寿命到期前卷出新花样，可见高产是有原因的。观众等开播，键盘党早调好发言，先夸造型，再吐槽剧情，然后再说还是磕到了。假如觉得没意思，最多也就是关掉，键盘一拍，下一个。要是觉得合胃口，立马微博超话开贴磕糖，恨不能编剧你亲自下场写番外。不论结果如何，下一波讨论又一次轮回。粉丝和黑子其实谁也不累，因为大家都懂，人生如剧场，偶像不下岗。你说花生瓜子可乐最怕什么？怕没人吃。影视剧最怕什么？怕没人讨论。白鹿加陈哲远，一票剧组美工、化妆、灯光，就是为搅拌起非议漩涡而来。有争议才有流量，演技好坏都能炒一茬，剧情多烂都有人磕到掌心发热。你说观众期待什么？嘴上嚷着服装、演技、剧情，实际上还是热闹。这年头，谁还奢望看剧能治愈焦虑？最多选择性失忆，乐呵2小时，再跟网友打一通嘴炮。最后，衷心祝愿所有观众都有好剧体质，别人觉得演技尬、滤镜脏、剧情水、造型怪，您都觉得还成，别光盯着批，毕竟娱乐至死，大梦一场。我要是能像白鹿那样一年仨主角，估计也会自信到裸奔家能展厅。
或者下辈子能在弹幕里红一把。不管怎么说，公寓还没开播，谁看了是蜜糖，谁看了是玻璃渣，这年头自己体会。讨论归讨论，心情放口袋。白鹿和陈哲远横冲直撞一番，管他花生瓜子还是牙签头，都足够打造一场饭后全民散步。毕竟谁还指望古偶改天换地，能换个滤镜就行了。好剧不常有，好吃的瓜也不常吐籽。至于公寓咋样，咱就一句话：造型别辣眼，剧情别过咸， CP 甜点就够了。剩下诸如人生意义啊，国产剧道德底线啊，还是留给吃完夜宵的大家伙慢慢聊吧。